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知道，每逢清明、中元或是亲人的忌日，我们常常通过烧纸、祭拜等方式表达对逝者的追思。然而，相信大家内心都有一个疑问萦绕心头，那就是既然人死后可能进入轮回，那么我们所祭拜的对象究竟是何物？烧去的纸钱、贡品，甚至只做的手机、别墅、汽车，亡者真能收到吗？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生命离体后的状态说起。当生命逝去，沉在我们意识的神识便会离开肉身，此时神识脱离了身体的束缚，如同解开了枷锁，其本具的某些能力会自然显现，这类似于佛家所说的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等潜能。为何常人在活着的时候无法拥有这些能力？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成了内外屏障，如同身处铜墙铁壁之中，阻隔了这些灵性的感知与连接。然而一旦神识离体，不再受肉身拘束，这些能力便可能恢复或显现。此时亡者的神识处于一种特殊的中阴状态，在这个关键的中阴阶段，亡者神识的感知能力是敏锐的。由于没有了身体的沉重束缚，当你诚心呼唤他、想念他时，他是能够感知到的，只要他不执着于某个地方或事物，甚至能瞬间移动到思念他的人的身边。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内为他烧纸进行火供，他是可以知小病接收到这份心意的供养的。那么亡者投胎转世之后呢，能否受报这份心意，这取决于他投生的去处。若投生天界，天界众生的灵性层次较高，感知能力依然强大，此时祭拜他，他依然能够知小病接收到。若投生人道、畜生道或更低层次，此时亡者以新的生命形态存在，其小我的感知力会受到新身体的极大限制，对尘世的祭拜活动就很难直接感知了，效果自然会减弱许多。但这是否意味着祭拜就完全失效了呢？并非如此。我们祭拜的对象，除了其小我的个体意识，更深层的是指向其高我。即使小我因投身于低层次生命形态而难以感知，但其本原性的法身层面依然能感受到来自亲人的那份真诚心意与能量的供养。因此即使亲人已投胎为人或动物，祭拜之举依然能产生一些益处，只是其效果不如在中阴身时或投身天界时那么显著。理解了祭拜对象的状态，再来看烧纸钱、手机、别墅、汽车能否被收到的问题。关键的于亡者真正收到的，并非那个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附着在其上的祭拜者强烈而真诚的意念力。人的意念力其实非常强大，只是当我们被肉身束缚时，常常难以清晰地感知到自身意念对外界的影响，也难以轻易地让意念直接影响外界。然而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修行人在练习显化，心想是诚实，运用的正是这股力量。道家的诸有术等法门，其核心原理也在于运用精准的意念来解决问题。当我们的身心逐渐修通，变得更加通透时，这种意念力的传递和显化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因此在祭拜中那份真诚的思念、祝福
人的心意本身才是最具能量的供养。